欧文吃了几家有小笼包的品相，它的小笼包是欧文觉得最好吃的。虽然欧文没有吃过鼎泰丰，但它的小笼包吃起来是蛮多汁的，而且带点鲜甜的口感，就喜欢这种奶黄流沙的口感，而且表面炸的是非常的酥脆软糯，超级赞。整个芝麻甜香味是蛮足够的，它吃起来就像芝麻流沙包里面包着我们煮火锅的麻吉烧那种感觉。虽然外表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可是里面鸡肉是相当的柴，而且辣味还蛮浓厚。哇，吃了这几道呢，这道热炒真的是最咸的。虽然是尊贵的帝王蟹，可是吃起来真的非常的干，里面好像没什么汁。我觉得这个不行不行。哇，那这个秘制叉烧猪真的是星级的等级耶，吃起来里面真的是湿润那一种，不是干干的那种口感，而且你一入口就可以即刻感受到蜂蜜淡淡的甜味，真的是蛮香的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懂 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来高雄一家最新推出的港式料理吃到饱。如果你有在滑 Place 或是美食社团，一定会看到它的资讯。这一家不是一般的港式茶饮餐厅，它是由诚意酒店所打造的新品牌，经由港澳主厨坐镇，主打的是港式、澳式以及招牌烤鸭系列。而且它的名字呢，真的蛮特别的哦，贺鸭郎。这个在台语的意思就是说富有的人。今天吃完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变得富有，但是体重一定会显而易见的增加。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真材实料，还是只是有饭店的光环加持呢？而我们今天的费用是955元，加上10%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120分钟。那它这个新推出的吃到饱方案呢，只有平日哦，周一到周五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。只有这个中午时段，其他时间是没有的哦。如果朋友你喜欢这种港味的话，请记得中午来才可以哦。那它的大概品相有接近40道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好好给它吃一轮吧。朋友，老样子啦，在正面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好吗？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来到高雄一家最新推出港式吃到饱的贺鸭郎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，谐音梗啊，在玩谐音梗。那它在里面外表看起来是蛮不错的，非常有那种港式料理的样子啊。那一进来有一个玄关，这个石头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哈。那往内走，它的环境空间呢是还蛮大的，整个地板是用这种灰色的水泥质地，看起来蛮有气质，而且它的灯光都是用黄色，所以整个是说打造一个非常温馨的气息。那左手边就是它的厨房，看起来是蛮干净整洁的哦。你看它的名字真的是很特别哦，贺鸭郎，有钱人的意思啊，吃完一定会很有钱的哦。那它环境整个空间呢是蛮大的，有大桌跟小桌。那大桌大概是8人桌一桌，小人桌呢大概就是4个人一桌。整个环境看起来是蛮清幽的哦，整个看起来像清水模的感觉，打造整个是非常的有质感。那如果你们比较多人的话，它也有包厢，大概就是12个人一桌，感觉里面如果你比较在意隐私的话，还是有包厢可以订的哦。听说里面还有20人一桌的呢。好了，那我们环境先在那边，我们就开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那我们叫的第一轮餐点就来咯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呢？那我们就先来吃肠粉吧。已经迫不及待，白白嫩嫩的感觉。粉肠的外皮是相当的粉嫩的，可是吃起来是相当的厚实，所有的鲜虾吃起来相当的 Q 弹，带点鲜甜的滋味。我们来沾点酱油吧。原本食而无味，沾上酱油之后，更添加大豆甜香味。它的粉肠面衣呢，真的太厚实了。旁边的油条滑肠粉，我们来试看看。相对于鲜虾粉肠，这个油条的肠衣还比较恰当一些，不会过于厚实，而且酥脆的油条带点鲜香的滋味。那它的油条也不是每一块都非常的酥脆，大概有一半左右是吃起来比较韧，有点拖泥带水，感觉没那么有质感。旁边的3宝我们给它吃看看吧。先来吃叉烧，外表艳红又亮的颜色，看起来相当可口哦。淡淡的甜味加上软嫩的肉质及肥油层的脆口，旁边厚实的烤鸭当然不可以错过啦。扎实的鸭肉不会太过于硬口，而且肉切得蛮厚实的，还不错。旁边还有油鸡哦，看起来骨头就蛮多的。油鸡肉质也是蛮软嫩的，带着特殊的烟熏味，整个口感是蛮不错。只是说它的骨头真的太多了。那我们来趁热来吃个小笼包吧，看起来蛮大颗的。听说这个要加个汤匙，汤匙里面要加个姜丝。然后把小笼包拿起来，把它稍微咬破。有汤，
欧文吃了几家有小笼包的品相，它的小笼包是欧文觉得最好吃的。虽然欧文没有吃过鼎泰丰，但它的小笼包吃起来是蛮多汁的，而且带点鲜甜的口感。旁边的招牌烧麦看起来蛮不错。肉质是蛮有嚼劲，带点鲜甜味，可是看起来应该就是欧文手上的珍珠糯米丸，我们来尝上一口吧。扎实的肉质，带点马蹄的酥脆，来自港式料理，纸质排骨绝对必上的吧。肉质的软嫩是无话可说的，但是它的酸味好像稍微不太够味，咸度呢稍微过头了一些啊。它里面还有一些软骨，吃起来蛮可口的。旁边看起来相当够味的蚝黄凤爪，我们来尝上一口吧。就喜欢这样入口即脱骨的口感，真是舒爽，而且整体上还蛮湿润的哦，只是说稍微过咸了一些。欧文手上的蜜汁叉烧酥看起来相当可口哎。哇，它这个蜜汁叉烧酥真的是星级的等级耶，吃起来里面真的是湿润那一种，不是干干的那种口感，而且外层的千层是蛮酥脆，而且你入口就可以即刻感受到蜂蜜淡淡的甜味，真的是蛮香的。欧文手上的金钩蚬水饺看起来真的相当大颗，感觉就是足足的一颗鸭蛋。欧文最喜欢这种香糯的口感，可是我觉得它有点标示不实哦，因为他说金钩蚬，可是吃起来是蛮甜的，而且它香菇味还蛮浓厚的哦。那我们第一轮就先到这边哦。欧文最喜欢就是它的小笼包、三宝蜜汁叉烧酥跟油条粉肠，这3个吃起来是欧文觉得第一轮最好吃。哎，朋友，那我们第2轮也上完喽，哇，看起来真是有够丰富的。那我们先来吃个清脆的蔬菜汤奶油白菜，哇，这看起来非常翠绿哎。如果我说这个是假的，应该看起来蛮像。蔬菜是相当的清脆，还有一点点鸡油的香气，整个感觉是蛮温润的。但是比较可惜就是吃起来还蛮清淡的，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太过于硬口了一些，因为它这大概烫个50%的熟度而已。哇，竟然有帝王蟹鲜肉饺，我们尝上一口。虽然是尊贵的帝王蟹，就跟我们吃的鲜虾鱼翅饺是不一样的，可是吃起来真的非常的干，里面好像没什么汁。我觉得这个不行。欧文手上焦香的港式萝卜糕，尝上一口吧。这萝卜糕吃起来甜味真的过重了一些，但入口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真材实料的萝卜啊，因为有萝卜丝。欧文手上的红烧豆腐包看起来蛮咸香软嫩的。它的豆腐包是用板豆腐下去炸过，所以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老皮嫩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口感没有那么好，稍微清淡了一些。相对于其他菜，欧文还是更喜欢嫩豆腐一些。旁边的宫保鸡丁看起来色彩搭配还蛮不错的。这道宫保鸡丁虽然外表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可是里面鸡肉是相当的柴啊，稍微有点硬了一些，而且辣味还蛮浓厚。哇，吃了这几道呢，这道热炒真的是最咸的。那如果觉得太咸的话，旁边还有青椒，让你缓和一下。微黄的金钱韭菜饼看起来蛮酥香的哦。外表间的焦香稍微油腻了一些，但是它韭菜香气是相当浓厚啊，而且里面肉质也是蛮扎实的。来自港式餐点叉烧包必吃的吧。湿润甜香的内馅吃起来是相当的不错，而且它的包子皮不会太过于厚实。欧文手上的雷虎麻糬芝麻堡，名字真的是相当的特殊哎。整个芝麻甜香味是蛮足够的，它吃起来就像芝麻流沙包里面包着我们煮火锅的麻糬烧那种感觉。欧文最爱的脆口流沙黄金堡，绝对必吃的吧。就喜欢这种奶黄流沙口感，而且表面炸的非常的酥脆软糯，超级赞。吃完那么多熟食，来喝个冰凉的银耳露，仿佛灵魂得到了救赎啊！哇，淡淡的甜味，才能滑顺滋润的质地。旁边还有芋头西米露哦，相当浓厚的芋头香气，带点沙沙的口感，那它甜味还蛮淡的，还蛮适合做饭后甜点的哦。嗨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吃饱喽。今天这一餐吃的是相当的不错，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它的热炒了，整个都是太过于重口，蛮咸的，真的蛮适合配白饭。那如果你喜欢吃清淡的朋友，可能就不太适合你哦。那它的港点料理叉烧酥、油条跟小笼包吃起来就相当的够味啊。这3种欧文是蛮推荐您吃的，甜点的口味不会太过甜口。还有一点欧文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它这边竟然没有冷饮啊。比如说冻柠茶还是丝坏奶茶之类的，真的是相当的可惜。
吃完这一整套下来，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口干舌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是董秘手稳，吃货远不到，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揪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